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露思彭观音恋人为播鲜榨，12岁年龄差加30厘米身高差，这 CP 喝到牙疼。一个在大城市拼命扎根的女孩，碰上一个被家里管到喘不过气的男人，两个人就这么短暂的撞上了，又被迫分开。多年以后再见面，心里那点动静啊，嗡的一下就上来了。这就是恋人，赵露思和彭观音。说实话，第一次看到这俩名字凑一块儿的时候，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啥？第二反应是这种搭配就属于导演眼光真的贼毒那种，一眼看上去不搭，仔细一品，绝了。咱先把这剧的底子捋一捋啊。优酷出品的，邓科导演，就是拍《与凤航》那位。马思宇编剧，雷志龙做的剧本总监。改编自 Hera 青青的小说《流于无恙》。2024年7月备案，9月10日进了2025优酷年度片单，发了概念海报。10月23日正式开机。12月14日发的凝望海报，就是彭观音坐在公园长椅上等着，赵露思从雪地里走过来那张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然后12月27日停拍了，赵露思突发身体不适，这事后面闹得挺大，后援会都出来发声质疑了。咱这儿就不展开掰扯了，反正剧就这么搁置在那儿了。但是停归停，克归克，这部剧的克点那是真的密。先说选角这事儿，赵露思1998年的，彭观音1986年的，俩人差了12岁。赵露思身高161公分左右，彭观音189公分，俩人站一块儿差不多30公分的身高差。你看那路透，雪地里俩人穿黑色情侣装，赵露思刚好到彭观音肩膀那儿，对视一下，彭观音一把人捞怀里，赵露思踮脚捧脸就亲上去了。彭观音还贴心弯腰配合，这体型差，这画面感，甜的牙疼。对，还有那个雨中同框的路透，赵露思车开不出来，在雨里来回瞅，彭观音撑把伞过来，了解情况，直接上车帮人挪车。189的汉子给161的小姑娘当司机，这画面克死个人。彭观音这人吧，今年靠《玫瑰的故事》里庄国栋那个角色涨了一大波粉，就是刘亦菲那个初恋男友，高富帅留学精英，演的那叫一个深情款款。这次演藤毅，豪门出身但要逃离家族束缚的这么一个男人，内敛、克制、隐忍。彭观音那张脸那股劲儿，简直是为这角色尝的。赵露思这边呢，阮瑜是个研究生，家境一般，想在大城市扎下根来，去兼职做家教，就这么撞上了藤毅。赵露思那种温柔里带点破碎感的劲儿，演这种清醒坚韧的学霸打工人，贴脸得很。这俩人的气质反差才是真绝，一个甜妹系顶流，一个书系禁欲男神，一个像夏天的汽水，一个像冬夜的威士忌，放一块儿，化学反应就出来了。再说剧情，这剧最牛的地方在于，它不是那种无脑甜宠，它是实打实的成年人爱情拉扯，时间线拉得特别长，整整8年。第一段，学生时代，阮瑜研究生快毕业了，兼职家教，碰上藤毅，一个想在大城市扎根，一个想逃离家庭束缚，互相开解，彼此吸引。结果阮瑜家里突然出变故，这段刚萌芽的感情，咔，断了。第二段，4年后，阮瑜留校工作，藤毅从国外回来，自己创立了家户外用品公司。俩人因为高校体育联赛又碰上了，开始合作。旧情复燃，可是阮瑜为了追梦，要去海外深造，又推开了他。第三段，又过了4年，行业高峰论坛上俩人再相遇，这时候都成了业内精英了，成熟了，
不拧巴了，终于敢为爱奔赴了，不再错过。8年，3次相遇，2次推开，最后1次拥抱。你说这像不像咱们的爱情故事？年轻时碰到一个人，因为现实分开，再过几年碰到，又因为各自的前程松开手。等真正成熟了，有能力了，那个人却已经不在原地了，或者万幸还在。这就是这部剧最戳人的地方。它不撒工业糖精，它讲的就是现实、成长、选择、遗憾。爱情里头有心酸，有挣扎，有错过，有等待。网上现在传的消息是，原计划24集，后来因为停拍，砍到了14集送审，不补拍了。网传优酷预约量都快60万了，2026年上线的概率很大，但具体哪天定档，优酷那边还没官宣。这事其实挺有争议的，拍了2/3，硬剪到14集，中间阮瑜出国深造那段和藤毅事业线转折的中段戏直接没了。有网友吐槽这是商业止损，凌驾于作品质量之上，也有人觉得塞在14集里反而节奏更紧凑。我个人觉得吧，这事的两面看。从创作完整性上说，砍了10集那肯定伤，但从另一个角度，原本可能拖沓的都市爱情剧压缩到14集，没准儿反而没了那些注水桥段，每一集都踩在节点上。当然这只是我瞎猜的啊，具体咋样的等播了才知道。话说回来，邓科导演的班底还是靠谱的，与凤航就是他拍的，质感在线。雷志龙做剧本总监，这人在业内口碑也好。马思宇编剧，写过《在劫难逃》，这配置放在都市爱情剧里，算相当能打的。除了赵露思和彭冠英，高志廷、史策也都参演了，王天辰也在里头。最近有网友扒出路透，发现王天辰疑似演赵露思前任，还拿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里他演的瞿桦和白月光妍妍玩梗，说原来王天辰还是爱着妍妍的，替身文学闭环了，属于是。这剧从开机那天起就话题不断，开机的时候大家磕 CP， 停拍的时候大家操心赵露思身体，砍集的时候大家吵创作完整性。一部还没播的剧，硬是让网友们经历了好几轮情绪起伏。最近那个雪景被雷帽造型的路透一流出来，好多人说梦回偷偷藏不住的丧志。赵露思穿咖啡色大衣的那张剧照，还有戴贝雷帽雪地里那张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彭冠英在剧里还有个长卷发造型，刚开始路透出来的时候被网友嫌弃又老又土，后来换了深黑西装，重现了《玫瑰的故事》里那个帅劲，立马就香了。网友的原话是有机会靠着旺夫的赵露思晋升一线，这话虽然夸张了点，但也不是没道理。赵露思搭谁的剧谁火，这事儿基本是业内共识了。长歌行搭吴磊，星汉灿烂搭吴恙，偷偷藏不住搭陈哲远，莲花楼搭程毅，珠帘玉幕搭刘宇宁，每一个搭档都跟着吃肉。这次搭彭冠英，彭冠英这波起飞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画面，一个在大城市拼命扎根的女孩，一个被家庭束缚的男人，短暂的相遇，被迫的分开，多年的重逢。8年时间，3个人生阶段，3次相遇。你说阮瑜为啥一次次推开藤毅？是真的因为现实所迫，家里变故，要出国深造？还是说她骨子里就是个害怕被爱困住的女孩，所以每次都找理由逃？这个问题挺值得吵的。有的人说，阮瑜是现实里大多数女孩的缩影，想先站稳了再谈感情，这没错。有的人说，她就是怂，碰到真爱不敢接，非要等8年才明白过来。那你呢？你觉得阮瑜一次次的推开，是现实的无奈，还是她根本就没那么爱藤毅？如果换作是你，
在25岁那年碰到藤毅这样的人，你会选择留下，还是跟阮瑜一样选择去追自己的梦？评论区唠唠。